Hello， 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娱乐圈真的是一个很玄妙的地方，有人努力了几十年都出不了头，可是有的人一部剧或者一个作品就能火遍全网。然而没有无缘无故的火，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糊。那些曾经火遍一时的明星们究竟做了什么，又为何从巅峰掉了下来？接下来仪态就和大家一起看看吧。因为一部《太子妃升职记》而爆红的张天爱，当时风头无限，话题讨论度爆表。关于她的颜值和身材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。当年的火爆点在于两个，一个是小成本制作，非常严酷的环境，却制作出高于很多大制作的优秀作品，让人觉得剧组很努力了。第二个在于剧情大胆新颖，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剧中的高颜值也完全符合大家看网剧的需求，养眼又放松。此剧一火，张天爱给观众留下的印象非常好，而且她本人也是内娱比较少见的飒爽性格，同时拥有英气和妩媚两种属性，很多人都觉得眼前一亮。谁曾想后来的张天爱强行转型，再次出现，褪去了太子妃的飒爽明艳，直接变身小家碧玉，这就和当时让大家喜爱不已的女主类型相差甚远。这种小白花娱乐圈实在是太多见，所以她很快就人气严重下滑。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她后续的作品都非常一般，播放情况也不好，剧的制作也老套平庸，这样子耽误个几年，人气已然和当时鼎盛时期不能比。最近的热播剧《雪中悍刀行》第一季中，她的戏份也很少，不过总算能靠剧有一点讨论度了。同剧组的盛一伦也是同样的情况，靠着太子妃火了之后，后期完全没有了热度，甚至她的发展远不如张天爱。漂亮的李慧珍太古神王虽然是男主，但是她的演技却没有进步，完全没有出道时的惊艳。参加演技类综艺也没有抓住机会，所以她不火真的怪不了别人。因为王力宏事件被推上风口浪尖的白兔，最近热度蛮高的。白兔可以说出道即巅峰，16岁的他们成功演唱了《爱呀爱呀》、屁屁别站在椅上2首歌曲，传遍了大街小巷。凭借着可爱小女生的外表和甜美嗓音，圈粉无数。这样的他们本来可以一路走红，没有想到就在这时，他们做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错误决定，转型成熟风。18岁时，他们发布成人礼专辑，开始由清纯少女向成熟风转移。其实他们不知道，很多人喜欢他们都是觉得两个女孩干干净净、清纯可爱。而转型成熟风后，由于两人长相一般，即使浓妆艳抹，也打扮不出那种高贵成熟的气质。而且18岁的年纪，即便是长相姣好，也实在装不出那种30岁女人成熟的感觉。结果两人跑去整容，整完画风都不同了，直接从清纯变得性感，让人大跌眼镜。后来更是黑料不断，各种和男性的绯闻和低情商的表现，让两人口碑越来越差，最终从风头最好的组合变成边缘小组合。凭借美人鱼一夜成名的林允，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素人，一下子变成了30多亿票房的女主。影片里的林允虽然不是非常美丽，但是胜在灵动可爱，人气一时之间非常高。可以说林允出道之后的起点非常之高，首部作品的成绩都是很多演员奋斗一辈子都无法达成的。以美人鱼为起点，当时很多人都以为她会在圈内如鱼得水，像某女郎那样闪耀，然而没想到却是出道即巅峰。美人鱼之后，林允不仅演技没有进步，还成为了烂片女王。绝技、假如王子睡着了、战神纪等影片票房与口碑双扑街，斗破苍穹、彼岸花等电视剧也一言难尽，特别是在彼岸花中的演技被全网嘲，口碑迅速下滑。再加上美人鱼红了之后，网上曾大规模爆出她在中学时期是太妹，在公安局还有案底的传言，风评受到了影响。也是从这个传言开始，她在网络上的口碑一直很低迷，频繁爆出的绯闻恋情更让她本就下滑的口碑雪上加霜。林允如今在网络上的风评这么不好，很大原因还是要怪她自己。如果她业务能力在线，演技好的话，出现不好传闻，谈恋爱的时候，可能很多网友还不会这么一边倒的指责她。现在的林允因为作品连续扑街，已逐渐被电影圈退货。最近她参演了刘亦菲主演的古装剧《梦华录》，在里面饰演女2号，不知道被降级之后，她的演技是否会有进步。吴谨言和林允的情况类似，当年一部《延禧攻略》让她爆红，可是这部剧之后，吴谨言虽然一直有戏拍，但是很明显，这些年来她的演技提升的并不多，像是没有认真琢磨过角色一般，表情实属夸张，演戏摇头晃脑、瞪眼跺脚，不仅没有代入感，还会让观众看得很不舒服。当然，如果只是演技差那么简单，还不至于热度消失的那么快，毕竟黑红也是红。要说到吴谨言现在的存在感为什么会变得那么低，还是因为他本人。吴谨言凭借《延禧攻略》爆红，并且凭借魏璎珞这个角色拿到了华鼎奖电视剧最佳女演员奖。或许正是这些荣耀和夸奖，让她迷失了自己，
出名后带20个保镖出门，甚至耍大牌耍到了央视。先是在谈好的采访中擅自更改地址，还叫采访组在半小时内来到新地址，并且支付场地费用。最终吴谨言直接被官方点名。吴谨言虽然事后有道歉，但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。吴谨言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已经变了。现在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热搜，关于吴谨言的消息都少了很多，似乎延禧攻略带来的好处只持续了那么一段时间。不知道该说于正看人的眼光不准，还是要说吴谨言不会把握机会。总之，吴谨言要想回到当初那么红的时候，已经是很难的事儿了。前段时间上了热搜的金子，让很多人都感慨，距离红苹果乐园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。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基本没有听到过星子的任何消息。而同剧组给他做配角的黄圣依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明星。星子当年出演偶像剧，即使脸蛋不是很漂亮，但胜在很有灵气。那时候内地偶像剧也比较少，所以还是火了。只是他的长相在热圈确实没有优势，限制了他的发展。到后来也没有优秀的作品，这些年就淡出了娱乐圈。不过现在的他依旧年轻有活力，积极的生活态度还是很让人欣赏的。沈月在出道前是个网红，凭借各种日系甜美写真被很多人喜欢。结果出镜后让人大失所望，纷纷大喊照片。但是颜值普通，在娱乐圈依旧有活下去的。可惜沈月后续作品跟不上，演技又非常拉垮。内地版的《流星花园》里的杉菜更是伤害到观众的眼睛。到了七月与安生，还被另外一个女主从颜值到身材全方位吊打。颜值不出众，演技不出彩，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想再出头，真的太难了。致青春的女主杨子姗和沈月恰恰相反，她既有颜值又有气质，凭借着个人单曲进入演艺圈。没想到初出茅庐的新人却得到了赵薇的力捧，意外成为了致青春的女主角，甚至拿到了金鸡奖。杨子姗平步青云，瞬间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小花。让人意外的是，她却在事业巅峰突然淡出了演艺圈，原因是为了在家照顾老公。这个决定影响了她的事业，没有了曝光率，对演艺圈新人的打击是致命的。所以直到1-2年之后，才逐渐有剧组找她拍戏，但是女主角肯定轮不到她了。不过杨子姗却一点都不后悔，因为在她看来，在爱情面前，事业微不足道。陈学冬凭借在《小时代》收获了不少人气，帅气的外表加上当时郭敬明的力捧，人气蹭蹭蹭的往上涨，俨然一线男星的架势。然而离开了郭敬明，陈学冬后继发展无力，演了电视剧，完全暴露了自己演技上的缺失。到现在可选择的剧已经不多了，人气也越来越低。《芳华》这部剧让苗苗大火，一部剧里还火了钟楚曦。不过这部剧风头过后，钟楚曦后面片源不断，虽然反响也并没有多好，但是曝光量还是跟得上的。钟楚曦通过穿搭在红毯上大放异彩，话题度有了。而苗苗虽然后面也有几部作品，但是热度已经基本没有了。有人说是因为苗苗太过单纯，洁身4号，所以让大佬们不满。这是不是真的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现在的苗苗已经有了幸福的家庭，这或许才是她更想要的吧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们记住陈瑶的作品依旧只有最初的《五行法师》里那个鬼魅女娃岳绮罗，暗黑萝莉实在太带感，即使是反派也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反派。她后来没有大火的主要原因也是后续再无超越的作品，所以人气下滑严重。江凯彤起初是李湘力捧的女星，凭借姣好的容貌让不少人记住了她。然而家境殷实的她事业心不是那么强，在最初的一不小心爱上你火了之后，就开始把重心放在爱情上。先是被传介入张翰郑爽的感情，后来和翟天临的恋爱死得非常难看，最后又是介入陈翔和毛晓彤的感情，名声算是全毁了。多年后他想给自己洗白，结果被毛晓彤的录音直接锤死了。看来明星想要长红不衰，要么有个人特色，有话题度。成功女强人也演得了乡村小妇女，但有些演员却在演了一个出彩角色之后便再也离不开那个怪圈了。唐嫣，2001年便出道的唐嫣也拥有了不少代表作，但唯一深入人心的还是《仙剑》中的紫萱。明媚好齿的她，身着一袭紫衣，娇媚的眼神勾人心魄。剧中的她历经了3世，但无论是开始的纯情少女，还是后期的妩媚蛇妖，她都非常完美的将人物形象饰演了出来。而在剧播出之后，她的风头甚至一度盖过了女主杨幂。本来在御姐路上走得好好的她，却突然转型走向了傻白甜的人设，在夏家3000斤爱情睡醒了等多部剧中都是同样天真且无灵气的角色。之后深知需要转型的唐嫣，先后主演了《锦绣未央》《燕云台》等多部大女主戏份，但都没有掀起太大浪花，反而因无差别的演技而被诟病。其实她的路线更适合御姐风，而不是只会无脑卖萌的傻白甜。虽然出道已经23年了，但最能让观众记住的还是14年的紫萱。近年来的她已经步入幸福的婚姻之中，并许久未有作品露面，希望沉淀了多年的她
可以带给观众不一样的唐嫣。2. 沈月，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中的陈小希是多少人心里的白月光啊，一脸稚嫩又青春朝气，和江晨长达19年的感情颇为吸引人。在这部剧里，沈月几乎是本色出演了，毕竟当年还是一个学生，没有那么多的生活经历，演绎一个高中生的少女对她来说还是很容易的。被赞从书中走出的陈小希，加上这部剧没有那么多狗血注水的桥段，又发生在人人怀念的校园时期，所以一播出就得到了很不错的点击率，沈月也随着走红。但之后她出演了《流星花园》《七月与安生》2部翻拍剧，观众都不买账了。首先这2部剧都是观众基础广泛的经典作品，大家的期待度非常高。其次是出演过相同角色的演员都是公认的演技派，对比鲜明。沈月并非科班出身，她的经历也不足以担负起这样复杂的角色，所以无论是杉菜还是安生，有的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倔强，没有触碰到角色的内核，无法引起观众的共鸣。不过她胜在年轻，还是有许多的可能性的。3. 陈赫，凭借好男人曾小贤一角而彻底走红的陈赫，那年也只有24岁，那时候的他刚刚大学毕业，一开始他试镜的角色是稚嫩的陆展博一角，但后来导演却发现他和曾小贤这个人物的特性似乎更加吻合，于是他便成为了剧中的见人层。后来凭借独创的眉毛舞、魔性大笑和超长打嗝声，将这个角色的剑饰演得入木三分。但也正是这个过于独特的角色，让他彻底变成了曾小贤，以至于后来在出演其他角色时，始终让观众入不了戏。包括后来的极品家丁，也让他陷在了搞怪的圈子里。虽然他曾努力改变风格，并因此出演了《动物管理局》等不同类型的片子，但只要他一出场，都会让人联想到曾经的曾小贤，并没有所谓的反差感，因此也被网友评价到演谁都是曾小贤，唯独演曾小贤时却不是曾小贤。如今的他频繁出现在综艺中，也导致他已经失去了演员的神秘感，再加上早前的离婚风波，也让他的路人缘惨淡了不少。所以身为演员，还是要尽可能地藏在角色背后，不要过多地消耗自己的神秘感。4. 张天爱，张天爱2013年正式开始出演影视作品，2015年一部小成本网剧《太子妃升职记》让她一炮而红。她的颜值在该剧奇葩的服化之下不减反增，艳光四射，性感妩媚，同时又带几分英气，惊艳不已。她走红之后，资源迅速飞升，影视剧几乎步步女一，3大刊的封面上了，广告接的是各种大牌，甚至敢跟范爷、赵丽颖私代言。当然，她的团队也是非常用力，营销把仇恨拉到了最满，与盛一伦拆 CP。通稿不仅拉踩同龄小花，连一线大花也敢艳压。但是比较遗憾的是，她后来主演的电影、电视剧都没有大爆款，至今没有一个角色能超过张鹏鹏的热度，而他的团队一路拉踩也树了不少敌，为他晋级一线增加了不少阻碍。之后他的咖位一路下跌，短短几年就糊到了3线开外。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好作品问世，好像突然就销声匿迹了。这2年他最有影响力的角色应该是电影《中国机长》里的空姐黄佳，戏份还没有李沁多，不算出彩。电视剧角色比较有名气的应该是《雪中悍刀行》里的南宫仆夜，造型很美，人设很飒，但剧播出的时候他的讨论度还不及青鸟。现在如果提到张天爱，除了太子妃，或许大家隐约只记得她永远不满30岁的改年龄梗了吧。5. 陈瑶，2014年刚刚满20岁的陈瑶被唐人老总蔡依农选中，出演了《无心法师》里的岳绮罗一角。这个缺爱的病娇萝莉虽然是个反派，但是与痴情中犬男张显宗非常般配，不少人因此入了坑。一袭红衣的她甜美可人，整齐而厚重的刘海让她显得灵气稚嫩。她用最清纯的脸，但最邪恶的是反差极大，以至于她的风头甚至盖过了金晨饰演的女主角李月牙，一度成为观众的黑月光。这个角色让陈瑶一连拿了金果朵奖网剧最佳女配和年度风尚新人奖2个奖，至此她正式加入唐人，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。别看她长着一张萝莉脸，但实际她有近170厘米的身高，这身材对于女演员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尤其在古装这一块。岳绮罗之后，很多人对于她的前途非常看好，但在之后的几年里，她并没有持续发力，甚至逐渐泯然众人。近几年她主演的电视剧有《青丘狐传说》《致青春贵中美人》等，虽然她在剧中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，但剧都没有达到如期的火爆程度。而且公司对她的定位很诡异，她明明是清纯小白花的脸，却硬是拉着她去一遍一遍的反串演男人。加上唐人还有力捧的一姐胡冰清，她能得到的资源也相当有限。或许是眼看年龄一天天变大，却还一直没有成功出圈，她也开始有容貌焦虑，跟风做了烤瓷牙。本来一口小米牙俏皮可爱，与她的幼态脸十分契合，做完牙后人中视觉拉长，2片薄唇都包不住嘴了，颜值下了一个档次不说，也再无之前的灵气了。戏外她对自己的身材也比较严苛，有一次上真人秀节目，
本来并不胖的她刚上节目就连说3遍自己胖了，遭到了闺蜜乔欣的指对。她胖是她的事，我瘦啊，本来身材就消瘦，加上到了一定年龄后脸上的胶原蛋白流失，令她看起来显得莫名有些憔悴，与岳绮罗时期判若两人。6. 盛一伦2015年凭借《太子妃升职记》爆火的她，一瞬间体验到了大红大紫般的星途巅峰。尽管这部剧的妆造夸张到了极致，但却还是凭着新奇的剧情成为了当时的黑马。之后盛一伦的资源也是多到数不胜数，更是在爆火的时候搭档了迪丽热巴、张彬彬等人，出演了漂亮的李慧珍。但她在剧中的面瘫脸演技却是备受吐槽，被网友辣评到像个机器人在演戏一样。之后又和黄晓明、宋茜共同出演了《上古情歌》，但反响依然很一般，而她本人也像是失去了灵气一般停滞不前了。在她凉透了的时候，她也登上了《我就是演员》的舞台，但因拉胯的演技和低情商的发言而被骂上热搜。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她，如今在娱乐圈也没有什么存在感了，更被网友嘲为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她的出现更像是昙花一现一般，瞬间盛开，也瞬间凋零。7. 李金铭2008年，23岁的李金铭凭借《爱情公寓》里的陈美嘉一角崭露头角，这是他的处女作。当时他去试戏的时候，导演让他是美嘉和婉瑜2个角色，他压根不想演美嘉，觉得这个角色太二了，跟他本人形象不搭。但一试戏就被导演定为美嘉了。虽然是第一次演戏，可他的演技还不错，刻画的美嘉笨的水灵，笨的可爱，哭戏也非常有感染力。后来这部戏火得一塌糊涂，美嘉也被认为是笨蛋美人的天花板。他一共出演了《爱情公寓》第1、3、4、5和番外篇，但到第5季的时候就已经明显感觉到他的灵气已经不如前几部了，甚至还一度陷入整容风波。之后他没有跳出这个角色，陆续拍了一些作品，都没有什么水花。在直播行业兴起之后，他曲线救国，开始直播带货，因为有美嘉的滤镜，起初倒也是搞得风生水起，但之后争议也随之而来。首先是有粉丝反馈在他直播间里买的面膜是假货，敷了之后烂脸了，这是在社交平台上发酵了一段时间，最后不了了之。有些演员所饰演的经典角色太过深入人心，如果他没有能力将自己从角色中剥离开来，那么这个角色在让他一炮而红的同时，也会让他一直禁锢在这一个角色里。而且想要继续在圈子里闯出名堂的唯一途径便是打磨演技，而不是一味地上综艺拍烂剧，唯有努力提升自己才是正道。那么你觉得还有哪些演员被角色所束缚了呢？